让我们理一理这个逻辑。土澳在其他国家杀害平民，我们觉得不对，我们谴责他们，别人说我们是在干涉他国内政，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土澳的内政包含了在别国杀害平民以及小孩？这种行为属于土澳的日常行政工作，只要土澳承认杀人是他们的内政，那我觉得可以直接不谴责了，我们只需要研究这个国家是否是 KB 主义国家就可以。此外呢，澳大利亚最近做了很多暖心的事情，有点上头，那我们正好就来捋一捋澳大利亚的光辉事迹。囚犯后代，首先要给土澳洗白一下，说他们是罪犯后代，这其实是不严谨，因为移民才是土澳的主体。从1785年开始到1868年，英国一共往土澳扔了16万犯人，但是在这个阶段，自己跑来的移民差不多有100万家，所以囚犯的后代其实一共也就10%到20%之间。别急啊，虽然说他们都是罪犯的后代，并不严谨，但是从他们这些人的行径看，我们可以都称呼他们为罪犯呢。而屠杀原住民，在英国人跑来澳大利亚之前，据估计当时大概有75万土著居民，约500个土著部落。而在英国人跑来之后，进行了大概250次土著大屠杀，后来大概只剩下6万。虽然我屠杀了原住民，但是我道歉了呀，我甚至设立了国家道歉日。1770年，库克船长发现了新大陆，给它命名为新南威尔士，同时宣布占领了这个地方。这个逻辑是啥？跟上小学时候的小朋友们在路上同时看到了一块棒棒糖，哦吼，谁先抢到就是谁的，我先到了，所以这地方就是我的。1788年，英国人开始往这边扔犯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里边有些是正儿八经，有些是偷鸡摸狗的小犯人。英国人为了自己的治安，一股脑的都给扔过来。同时，英国人带着枪炮、病菌还有钢铁，开始侵略澳洲大陆。1789年，天花加枪炮导致了土著的第一次大规模死亡。1791年，第一批犯人刑满释放，顺便在这里安了家，分了地。新来的犯人又送来继续开始服刑，土著人继续被白人残杀。1901年，澳大利亚联邦成立，并且确立了白人至上的国策，同时通过法律的形式将这块大陆原本的主人划到了猫、狗、袋鼠、兔子的分类里面，也就是动物群体。没错，这就是现在天天喊着动保的那群白左祖先干的。不过这些可怜的动物群体很快也就名不副实了。到了20世纪初，基本上只剩下6万人，接近种族灭绝。到了1910年，白左开始发力了，要帮助土著改善智力，重回人类家庭。别误会，动物群体还是动物群体，他们说的土著是白人跟土著的混血儿，而给这些混血儿重回人类社会的途径呢，就是把他们从自己的亲爹亲妈手里抢走，扔到保育院，相当于现代版的孤儿院土著特供版。而这种场所，小孩子们的待遇，大家自然也是能够想象得到的。如果想象不到的话，就回忆一下欧洲的教皇们喜欢干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人家土著的爹妈肯定不愿意啊，我自己的娃儿，你干嘛给我抢走？白人的应对也很简单，硬抢，敢反抗就把你杀了。小孩肯定也不乐意啊，那更简单，直接带走。你爹妈都被我杀了，你自己还想怎么样？所以这一代小孩就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。我个人以为应该叫被抢走的一代更加实。在无耻上，我国的人贩子还是不能跟白人，毕竟别人是直接政府出手。佩服。1910年到1970年，大概有10来万土著儿童被文明了。电影《防兔篱笆》就是讲述被偷走一代儿童的故事。二战结束后，澳洲白人开始反思。1967年，土著人获得公民权与投票权。1970年，可以随便抢混血儿的规定开始废除。1972年，白澳政策被废除。1998年，设立国家道歉日。经历了大约200年后，澳洲土著终于在法律上不再受歧视。可实际呢？1984年，在澳洲吉布森沙漠发现了最后只有9个宾图比人，他们依然保持着宾图比传统的生活方式，在麦凯湖的水边流浪。除了他们的皮发现带外，他们是赤裸，他们会携带2米长的木矛，还有雕刻复杂的回力镖。这9个人被称为失落的部落，也象征着宾图比最后的王。土著人还有一项特殊的待遇，他们享受了核实验全家族。诸位都晓得现阶段核武器的重要性吧？隔壁的三胖国家就那么大，还非死乞白赖的硬搞，不过是把实验室基地放在了鸭绿江边上，套路的很。在1950年，英国人也在直腾核试验，但是他们家地儿不够啊，就那么点地方，人还贼多，就想要找个人少地多的地方来试手。嘿，正好他以前的马仔小老弟乖儿子澳大利亚正好地多人少，俩人一拍即合，就跑澳大利亚的沙漠里边折腾去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澳大利亚什么样的地方人少？贫瘠的地方人少。那贫瘠的地方住着什么样的人呢？住着被白人从富饶的地方赶走的土著人。那么土著人想不想在他们身边搞核武器实验呢？那答案自然是否定。但是他们不想，有用吗？于是自1950年起，由英国在马拉林加的核试验，许多土著人不得不迁离他们的家乡。即便如此，还是有很多土著人被核辐射给干掉了。但是仁慈又正义的澳大利亚政府不是那么不讲道理的人，毕竟土著人现在也算人了嘛，所以在友好的协商之后，通过
法律的形式，给了土著人澳洲西北部3块地方的产权。瞧瞧，多么大方又令人向往的社会！虽然他们冲到了别人家里，把别人赶去了牛棚住，但是在自己不小心把土著人给辐射死之后，大方的把牛棚的所有权给了土著人。瞧瞧，什么叫西方文明啊？此时我不禁想起了安吉丽娜·朱莉的一席话，我在这里稍微修改一下，觉得一样可以用。虽然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大陆，失去了自己的同胞，但是他们获得了一块荒漠的所有权。3. 灭绝生物。塔斯马尼亚的悲剧，黑色战争，其实叫黑色战争名不副实，本质上就是屠杀。这件事情发生在1804年到1830年，地点是塔斯马尼亚岛。塔斯马尼亚人在1803年约有6000人，英国人来了之后，30年内杀害了95%的土著人。最后一任岛王去世后被做成了标本，而且还被解剖了。岛王夫人在临死前要求死后火化，不再进行解剖，扔进大海。在他死后，善良的白人老爷们先把他解剖了，随后也做成了标本，最后被陈列在博物馆71年。大约在100年之后，原住民终于赢了官司，将其尸体进行了火化。塔斯马尼亚虎不是老，而是一种长着奇异虎皮斑纹的袋狼，因为打不过澳洲野犬，只能躲到没有敌人的塔斯马尼亚岛上混日子，但是也只混到了白人来就结束了。1903年，一个叫威尔伯利的家伙放了一枪，他肯定想不到他这个普通的农夫，因为这一枪永远的留在了历史上，因为他干掉了最后一只野生袋狼，结束了这个物种的野外记录。天幸的是，动物园里边还剩着一只，虽然是人工饲养，但是好歹还有一只。但这可怜的最后一只塔斯马尼亚虎，在1936年被活活给晒死，原因是白人老爷们大意没注意。此外，澳大利亚白人的战果还有澳洲小兔伯1890年灭绝，昆士兰毛鼻袋熊1900年区域性灭绝，奥米士坦鼠1901年灭绝，白族澳洲林鼠1902年灭绝，西袋狸1910年灭绝，东袋狸1904年灭绝，奥豚足袋狸1926年灭绝，澳花袋鼠1927年灭绝，澳巨兔袋狸1930年灭绝，新威尔士白袋鼠1930年灭绝。除此以外还有很多鸟类，咱就不说了。在灭绝种物这件事上，澳大利亚真可谓是硕果累累。澳大利亚白人的战斗力是其他所有国家地区人民的楷模。4. 排华。要说排华这事儿啊，又得往前翻。1850年，在奉行白澳政策的时候，澳大利亚也迎来了淘金热，好多中国人也跟着过去淘金了，有自己过去的，也有被逼着过去。人数最多的时候，能占到矿坑当地人数的1/7。我们中国人大家都了解，到哪儿都是吃苦耐劳，更何况这些远渡大洋的家伙，所以挣的钱就比当地的白人多，毕竟都是辛苦钱呐。然后当地的白人就不爽了呀，就像他们不爽犹太人挣的钱比他们多一样，觉得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钱，就开始反华。1854年6月，一批白人淘金者拉开了排华的序幕。1855年，澳大利亚通过了历史上第1部排华法案，规定来澳船只每10吨位准载华人1人，入境的华人必须每人交人头税10磅。1857年7月4日，维多利亚的巴克兰河金矿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排华事件，700名白人工人和2000名华工发生冲突，华人有750顶帐篷、30家商店以及众多的财产被焚烧，3名华人受伤，华人的财产损失共计5万英镑。最终的结局，3名白人接受审判，2人无罪释放。白人矿工成立维多利亚矿工反华联盟。1857年11月，通过了华人居住税法案，规定成年华人需每月支付居住税1磅。结局，维多利亚当局还呼吁其他殖民联合排华。1860年6月30日，新南威尔士也发生了更加暴力的排华事件，华人死2人，伤10人，并且一直持续到了第2年的9月。结局，华人财产被洗劫一空，所有参与暴乱的欧洲人全部无罪。同年11月，新南威尔士也通过了更加严厉的排华法案，更进一步规定了禁止华人规划入。1875年，昆士兰的帕尔默河发现了金矿，为了限制华人入澳，昆士兰直接从源头上切断了华人入澳的途径。1877年，昆士兰根据新南威尔士的1861年的排华法案，通过了自己新一版的排华法案，而后又规定，除了亚洲人和非洲人发现的矿场之外，华人3年内不得在其他新矿场进行淘金。是不是有点汉族与狗不得入内，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那味儿了？1900年，澳大利亚跟着英法烧了圆明园。1901年，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后，联邦议会通过了限制移民法案等一系列歧视和排斥有色人种的法律，由此澳大利亚进入了白澳时代。澳大利亚的光辉历史也说的差不多了，在下告辞，咱们拜拜。